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从本周开始，我计划每周多增加一个中式糕点的视频。目前我的西点和面包视频已经做过好几百种了，因为中式糕点系统真的超级庞杂，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一直都没敢尝试。这次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尝试一下，也是和面包视频一样，计划打底100款起步。同时也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在评论弹幕里推荐你们当地的特色传统糕点，我们一起学习研究。今天是中式糕点系列的第1集桃酥。今天我做了3款桃酥，先来做一个老式桃酥。先把猪油、白砂糖、蛋黄放在一起搅拌均匀。猪油不需要提前给它加热融化，因为我这个是刚熬好的，还没有凝固，所以看上去是液体状的。充分的拌匀以后，再加入泡打粉和小苏打搅拌均匀，然后再加入核桃碎和低筋面粉，用刮刀拌匀，搅拌到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不要过度搅拌。过度搅拌的话，容易让面团起筋，这样它的口感就不会那么酥了。然后给它平均分成8份，搓成球，稍稍压扁，然后中间再按扁一点，要不然烤的时候它中间会鼓起来。表面再撒上一些芝麻，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20到25分钟。桃酥在家制作还是挺简单的，就是要注意一下，小苏打和泡打粉都要用蛋液溶解后再拌入面粉，不然拌不均匀的话，成品可能会出现黄斑，并且还会带有苦味。面团的软硬要适中，过硬的话膨胀差，体积小，表面裂纹也不均匀；过软的话，成品会摊泄太多，体积也偏大。桃酥的面团做好后要马上整形烘烤，放置过久面团会起筋，影响它的酥松性。如果有不喜欢吃甜食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试试这个咸味桃酥。除了猪油，桃酥也可以用植物油来做，这个咸味的我就来做一个植物油版本的。油、糖、鸡蛋、小苏打、泡打粉混合均匀，加入过筛的低筋粉，我还放了点椒盐，没有椒盐的话可以放盐。香葱和坚果，我放的是瓜子仁，搅拌均匀，成团即可，也是给它分成8份压扁。放入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左右。这个咸口的桃酥吃起来也是挺酥的，不过我跟猪油的对比过，还是猪油的会更酥一些。然后我还顺道给我老公琢磨了一个燕麦桃酥，这样他饿的时候也可以吃上1-2块了。这个配方里还不含牛奶鸡蛋，牛奶鸡蛋过敏的人也可以做这个配方。植物油里加0卡糖搅拌均匀，再加入全麦面粉、燕麦粉。这个燕麦粉就是用的速溶燕麦片，然后用机器给它打成粉就行了。把这些材料搅拌均匀，拌匀以后看上去是比较干的，但是能捏成团儿。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爱吃的坚果，我放的还是核桃碎，再拌匀，给它平均分成6份压扁。如果有现成的蛋液，可以刷一点蛋液，再撒一些芝麻。没有蛋液的话，可以刷一点点糖水，也可以粘住芝麻。还是放入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烤20分钟。
这一款虽然放的是零卡糖，但是吃起来也还是比较酥的，而且麦香味是特别的浓。糖尿病患者表示挺好吃的。你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吃了，好像我虐待你似的。真的很酥。这3款桃酥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配方我琢磨了好几天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拜拜。